朱棣的生母是谁？这个问题从他登基起就一直存在着争议，至今未有定论。朱棣出生之时，正值天下大乱、群雄并起之际，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，正忙于争夺天下。当时谁也不会费心地操心朱棣生母的问题。等到朱棣夺位以后，关于他的生母是谁的问题突然敏感起来。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，这关系到嫡庶问题，进而关系到皇位合法性的问题。自永乐时期之后，各种官方史书和野史上都对朱棣生母问题有所记载和猜测。近代以来，许多历史大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可见，朱棣的生母是谁，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问题。总体来看，关于成祖生母问题的说法主要有3种。明代官方史料认可的是马皇后。明成祖朱棣自称是孝慈高皇后及马皇后所生。马皇后是凤阳宿县人，亳州红巾军郭子兴养女。至正12年，郭子兴将其许配给部将朱元璋。当年朱元璋受到了郭子兴的猜忌，马氏多次从中调解周旋，夫妻感情极为深厚。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册封她为皇后，对她十分信赖，多次听从她的意见，宽免大臣过错。因此有人将她与历史上的贤后唐代长孙皇后相提并论。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都说朱棣为马皇后所生，后来的史籍如《明史》等正史也采纳了这种说法。但是除朱棣外，马皇后的亲生皇子都有谁，又有着不同的解释。一种说法认为，马皇后生一文太子朱标、秦王朱爽、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棣、周王朱萧。朱棣在夺取皇位后，立即让人编了一部叫《奉天靖难记》的书，为自己篡夺皇位辩解。该书开卷就标榜自己是马皇后的嫡子，金上皇帝、太祖高皇帝第4子。母孝慈高皇后生5子，长一文太子，次秦王，次晋王，次金上皇帝，次周王也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马皇后只亲生燕王和周王2人，一文太子、秦王、晋王都不是马皇后亲生。其实仔细推敲起来，就会发现太祖实录为成祖朱棣所修，而朱棣为了抹杀自己即位前的真实事实，曾2次改修太祖实录，删减篡改之处甚多。太宗实录则为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所修，其中自然也有粉饰的成分，当然宣称朱棣为马皇后的嫡子。另外还有人认为马皇后根本就没有皇子，这几个都不是她亲生的，只不过是抱过来抚养成人而已。朱棣为马皇后所生的说法，到了明代中后期就受到了质疑，而宫妃说浮出水面。有人认为宫妃李氏是高丽人，也有人称她是元顺帝的妃子，亦或是高丽人而成了元顺帝妃子，不得而知。这种说法的直接证据是太常寺志。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，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。太常寺志中记载了朱元璋陵寝中的神位情况。左一位淑妃李氏生一文太子、秦闵王、晋恭王，右一位宫妃生成祖文皇帝。太常寺是皇家机构，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应该胡乱记载，可惜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。明代文人对这种资料将信将疑，但还是觉得有合理的地方。万历时期的文人和乔远就持这种观点，并将其记录下来，留待后人考证。陈于南京见太常寺志，云帝明成祖为宫妃所生，而玉蝶则为高后第4子。玉蝶出当日使臣所纂，既无可疑。南京太常执掌相言，又谓之奇句。陈瑾被载之，以祀后人博考。后人见到这样的记载，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。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李清就很大胆了，他们决定直接刨了朱元璋的坟，亲眼看一看。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，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，二人利用职务之便，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时机，悄然打开孝陵寝殿。李清后来把过程写入他的3元笔记中，称他见到的与太常寺志所写的一致。入室果然，乃信。还有一个证据证明朱棣是后妃所出。朱棣在即位之后，在南京天喜寺的旧址上翻盖新寺，取名大报恩寺，是为了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，寺中正殿的大门经常紧闭，外人无法看见里面的情况。有传闻里面供奉的其实是成祖生母妃。
还有的学者考证，当年建文帝薛藩之所以先拿周王开刀，是因为周王与朱棣是同母所生，故薛周王等于除去燕王羽翼。周王与朱棣的母亲不是马皇后，而有可能就是宫妃。社会上更加流行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，即朱棣是元顺帝的儿子，他的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。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3福晋太师洪吉喇的女儿。元顺帝拜朱元璋入大都，见到洪吉喇氏貌美，就收为了妃子。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怀了元顺帝的孩子，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。其实这只是扯淡的民间的传说罢了。先不提朱元璋会不会把这顶绿帽子扣在头上，徐达攻陷大都是至正28年，而朱棣生于至正20年，两者相差达8年之久。这种情况可能由于朱元璋刑罚过严，朱棣杀戮过重，从而导致民情激愤，因而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，以至于以讹传讹。还有其他一些别的说法，比如说成祖是达妃所生等等，但都影响不大。实际上，争论的焦点是朱棣到底是嫡出还是庶出。朱棣即位以后，篡改了大量史书，禁止一切有关其夺位的史料，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，而这条史料恰恰出自邻国朝鲜，其真实性是可以信赖的。洪武22年，朝鲜使臣权进一行曾在北平拜谒燕王，权氏著有《奉使录记其事》，其中有一句是到燕台驿，觐见燕府，先一点以所官入起，以是日先太后忌日，不受礼，命奉4夜红办街道馆，7月15日也。此处先太后是遵照汉制，称诸侯王母为先太后，显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。这句话还明言太后忌日在7月15日，而高皇后马氏的忌日在8月初10，显然对不上。从这条史料中还可以推断，朱棣的生母应该不是来自朝鲜的妃子，因为按照今日韩国人行事的风格推断，若朱棣生母是韩国人，当时的朝鲜史料必然大书特书，绝不会只字未提。这件事发生的洪武22年还不存在嫡庶之差别问题，所以燕王朱棣即使对外国人也不遮掩他真实生母的身份，毕竟他也没料到有一日会登上皇位，需要掩盖自己是庶出的身份。朱棣之所以一再强调自己是嫡出，就是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，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身服人心的，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。特别是朱棣通过靖难之役，将建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，本就理亏，若不是嫡子，就更恐难以服众。他担心后人说他篡权，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。这种此地无银300两的伎俩是不足为怪的。